一张地图挂在美国新罕布夏州一间乡间工作室的墙上，乍看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世界地图，看久了你会发现不对劲，非常不对劲。北美洲的西岸不见了，加州的位置变成外海的一串岛链，美国大陆的正中央被一条巨大的水道劈开，海水一路灌进内陆。太平洋的另一头，日本列岛只剩下几个孤零零的小点，欧洲的低地成了浅海，非洲被撕成3大块，亚马逊雨林的位置变成一片内海。而在西太平洋，就在中国海岸线整条向内崩退的旁边，台湾所在的那个区块轮廓几乎没有动。画这张地图的人不是地质学家，也不是气候学家，更不是哪个国家的灾防官员，他是一个修电子设备出身的美国人，名字叫高登·麦克·史凯利恩。他说，地图上的每一条海岸线都不是他推算出来的，而是他看见的。闭上眼睛，画面就来，像有人在他脑中挂了一块荧幕，一格一格播放地球的未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对这张地图，左手是预言，一张90年代画下的未来世界地图，右手是现实，海平面上升的卫星实测，一个正在下沉的首都，一纸写进国际条约的气候签证，一份愈来愈长的下线城市名单。预言归预言，事实归事实，两本账分开记，这是这个频道的老规矩，这一点必须先讲清楚，我们一条一条对。有些数字会让你觉得那张地图荒谬，也有些数字会让你在深夜多看它一眼，对到最后再回来回答标题那个问题。在这张几乎毁掉整个地球的地图上，台湾为什么完好无缺？手边先定3个坐标，一张1990年代的手绘地图，一份2025年的抽签名单，一把量了30多年的卫星尺。故事从那间挂着地图的工作室开始，先从人讲起。史凯利恩原本的人生跟神秘学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在美国东岸做电子与通讯的技术工作，修设备、拉线路、跑客户，是那种公司名单上最不起眼的工程人员。转折发生在1979年，按照他自己后来反复讲述的版本，那一年他突然失声，一个字都发不出来，被送进医院。躺在病床上，他开始看见东西，光、色块，还有一幕一幕像新闻画面一样的灾难场景。海水漫过城市，海岸线断裂，大地在他眼前缓缓移动。医生找不出病因，几天后声音回来了，画面却留了下来。往后几年，他说这些意象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有结构。最特别的是，画面有时候会停在半空，像一张摊开的地图，给他足够的时间把新的海岸线一笔一笔记下来。他开始对外发布预测，说自己能提前感应地震。1989年10月，旧金山湾区发生强烈地震，高架桥断裂压垮车辆，全美转播的职棒大赛被迫中断。支持者说，史凯利恩事前就点明了加州会有大震，这是他的成名一击。怀疑者翻出他当年的原文，说时间、地点、规模其实都对得很勉强，是事后放大解读。这笔账两边到今天还在吵，但可以确定的是，从那之后，他的名字开始在美国的预言圈流传，名气带来了胆子。90年代初，他在通讯里愈预告愈具体，加州的大断裂被他一次一次排上日程，期限到了，加州没事，他就把日程再往后挪。订户有人退订，有人反而订得更死，因为在恐惧的市场里，落空从来不是致命伤，敢不敢继续说才是。1991年，史凯利恩干脆办了一份通讯刊物，名字取得向政府公报地球变动报告，每个月寄给订户，内容是他最新看见的地震、火山、气候异变，订户以1000计遍布全美。然后他做了一件让他从预言家变成文化现象的事，把脑中的画面正式画成地图，印刷出售。先是一张美国未来地图，接着是一张世界未来地图。美国那张标题底下印着一组年份，1998到2001，意思再直接不过，他看见的这一切会在那几年之间发生。这张图的背后还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史凯利恩宣称，灾变的引擎是地球的磁极偏移，磁场先乱，地壳跟着松动，接着是连锁的超级地震与火山喷发，
海语录重新发牌，地球变动报告每一期都像灾难版的气象预报，它标出下个月哪里会震，哪座火山会醒，订户拿着上一期的预测一一核对，命中的被剪下来表框，没中的安静的翻页。这种记账方式本身就是预言产业的日常，人们记得的永远是说中的那几次。90年代的美国正流行世纪末的集体焦虑，史凯利恩踩在浪头上，他成了深夜广播节目的常客。主持人压低声音问他下一场灾难在哪里。1994年 NBC 电视网的纪录片《远古预言》把他请上镜头，让他对着全国观众描述加州断裂的画面。镜头前的他不喊不叫，语速平稳，像在播报气象，愈平静愈吓人。地图愈卖愈好，挂进了无数美国家庭的客厅、车库与地下避难室。有人买来当警示预言，有人真的摊开地图，照着上面还存在的陆地搬家。顺带一提，同一个年代，美国还有另一位自称看见异象的女性洛丽托伊，也画了一张版本不同但精神相通的美国灾变地图。画未来地图在90年代的美国是一门真实存在的生意，而在新罕布夏州的工作室里，那张世界未来地图就挂在他身后的墙上，成了他最好的布景。镜头前的他从不渲染，谈起大陆断裂，像在复述一部已经看完的电影。他把自己画的未来称为可能的未来，说几率会随着人类的选择浮动。这句话后来成了他面对所有质疑时的盾牌，也是这张地图最聪明的设计。他永远不会错，因为他从来没有承诺一定发生。30年过去，这张图的重印版至今仍在网络上流通。新世纪书店的墙上还挂着它，纪录片、谈话节目、末日论坛，每隔几年就把它翻出来一次。一张90年代的海报，活得比大多数同时代的预言都久。1997年，史凯利恩把半生的意象整理成书，书名取得很宏大，来自宇宙的笔记。书里他维持一贯的姿态，不道歉，不退场，只是把时间表愈讲愈远，从几年后讲到几十年后，讲到下一个世代。预言家最重要的生存技能，他掌握得炉火纯青，永远把应许之日放在还没到来的地方。现在把镜头拉近，看看这张世界未来地图上到底画了什么。先说清楚，以下描述的是预言的内容，是他个人宣称的意象。经过30年的流传，网络上的版本细节略有出入。这是他的画面，不是任何机构的预测，更不是科学的判断。流传的版本里，这张图用颜色分层，深蓝是新的海，浅色是幸存的陆地。新的海岸线用粗线描过，像一份灾后重新测绘的地级图。它的说服力一半来自内容，一半来自这种一本正经的制图格式。末日用等高线画出来，看起来就像公文。第一站，北美洲。在它的地图上，美国西岸的灾难从一连串超级地震开始，加州不是被淹没，是被折断。断裂之后的残余高地退到外海，变成一串岛屿。他甚至给这串岛屿取好了名字，加州群岛。原本的海岸线整个作废，太平洋的海水一路吃进内陆，新的西海岸落在内布拉斯加州附近。丹佛，这座海拔1609公尺，美国人叫它1英里高城的高原都市，在它的地图上变成了海港。美国的中间也没有幸免，密西西比河在它的画面里不再是河，而是一条愈撕愈开的巨大水道，把美国从中间劈成两半。五大湖的水顺着裂缝向南灌进墨西哥湾。佛罗里达整个州几乎从图上消失，只剩几个点。东岸的纽约、华盛顿，海岸线大幅内退。一个完整的美国，在他的笔下，变成一片群岛与内海的拼图。第二站，日本，这是整张地图上最触目惊心的区块之一。在流传的版本里，日本列岛的大部分没入海中，本州、四国、九州的轮廓几乎消失，只剩原本山脉最高的地方露出海面，变成几个零星的小岛。一个1亿2000万人口的工业大国，在图上缩成几粒碎点，东京、大阪、名古屋，这些名字所在的位置全是蓝色。后来的读图者对着残存的小点比对，说那些位置大致对应日本中部、山岳
与富士山周边的高地。换句话说，在这张图的逻辑里，日本只剩下山顶。第3站，中国沿海。地图上，中国的海岸线大幅内退，沿海平原成了海底，海水深入内陆数百公里。换句话说，今天人口最密集、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在它的画面里都在水面之下。这里放一个现实的数字当对照组，上海的平均海拔大约只有4公尺。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本来就是长江吐出来的泥沙堆出来的。图上那一大片蓝色盖掉的，正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冲积平原。东南亚的低地，印尼的部分岛屿也被划进了海里。再看世界其他角落，北海周边的低地国家大面积进水，英伦三岛缩小成零散的岛群，北欧的海岸线被重新裁切，非洲被新出现的水道撕开，分成3大块，南美洲的亚马逊流域变成一片巨大的内海。地图上甚至画出了新升起的陆地，传说中沉没的亚特兰提斯与雷姆利亚从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海底重新浮上来。看到这里你就明白，这不是一张气候简报，这是一张把神话、末世与地理全部揉在一起的图。地图的边角也没有被放过，在流传的版本里，澳洲的内陆低地被画出新的水道与内海，印度的海岸缩了一圈，西伯利亚冻原的边缘被北冰洋啃掉一大片。整张图的逻辑只有一条，现在的海岸线全部作废。人类花了几千年沿着海建立起来的一切，港口、都城、航线、贸易，在这张图上通通归零，重新发牌。然后是台湾。在网络上流传的世界未来地图版本里，当日本沉没，中国海岸线内退，菲律宾群岛支离破碎的同时，台湾所在的那个区块轮廓相对完整，周围的世界翻天覆地，这座岛还在。预言圈后来给了各种解释，有人说是高山救了台湾，有人讲能量，讲纬度，讲板块交界的特殊位置。这些说法我们先放着，片尾再回来。现在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在这张灾难地图上，台湾是少数被划成幸存者的区块。好，地图看完了，接下来换事实上场。以下每一笔都有公开资料可查，是机构的量测数据，政府的公文，签了字的国际条约。这是档案柜里的东西，不是任何人的想象。对账的规则也先讲好，我们不问地图灵不灵，那是信仰题。我们只问2件事：地图画的方向，现实里有没有出现同方向的讯号；地图画的幅度，现实的数字距离它有多远。方向与幅度2把尺分开量，这是把预言当新闻查的唯一办法。第一笔账，海平面。从1993年起，人类开始用卫星高度计持续量测全球海平面，这是目前手上最硬的一把尺。量出来的结果，30多年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大约10公分，而且速度在变快。1990年代，海平面一年上升大约2公里，到了最近几年，速度翻了1倍以上。2024年单一年，全球海平面跳升了接近6公里，连 NASA 的科学家都公开表示，这比他们原先的预期还要高。10公分听起来不多，但海平面每垫高1公分，台风的暴潮就往内陆多推进一步，沿海满潮淹水的天数就多一截。美国海洋暨大气总署的统计就显示，美国沿海城市的晴天淹水，不用下雨，光是涨潮就淹的那种，几十年间增加了好几倍。真正的重点是方向，这条曲线30多年来没有回头过，这是实测，不是模型，更不是预言。再把这把尺往前接一段，卫星升空之前，人类靠的是验潮站，一根一根安安静静立在港口边的水尺，有些已经连续量了超过100年。把2段记录接起来，从1901年到2018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大约20公分。20世纪初的人如果站到今天的码头上，会发现全世界的海整整垫高了1个手掌再多一点，而其中上升最快的年代就是我们正在活着的这几十年。尺的另一端是冰，格陵兰冰盖，这20年来平均每年流失大约2700亿吨的冰，南极冰盖每年也在流失上千亿吨。这些数字来自重力量测卫星，它们感应的是地球质量的重新分布，
冰变成了水，水流进了海。地图上的蓝色要扩张，材料已经在路上，冰的葬礼甚至已经开始举行。2019年8月，冰岛为第一条正式除名的冰川奥克冰川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的标题是给未来的一封信，大意是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也知道该做什么，只有未来的你知道我们最后做了没有。同一年，瑞士人徒步上山，为阿尔卑斯山消失的皮佐冰川办了一场告别式。科学家用数据记录冰的消失，普通人用仪式，二种语言说的是同一件事。第二笔账，一个正在下沉的首都印尼雅加达，连同周边都会区住了大约3000万人。这座城市的北部过去几十年累计下陷超过2公尺，最严重的年份一年就下沉25公分。原因不是海怪，也不是诅咒，是超抽地下水加上高楼与道路的重量，城市亲手把自己压进了海里。今天的雅加达已有大约40%的土地低于海平面，海平面在涨，地面在沉，二条线交叉的结果是海堤愈筑愈高。站在北雅加达的某些堤防边，你会看到一个违反直觉的画面，堤外的海面比堤内的马路还高。研究团队多年前就警告，如果超抽地下水不停手，到2050年，北雅加达可能有超过90%的土地没入水中。这个警告后来变成了行动。印尼政府的回应写进了法律。2022年1月18日，印尼国会通过迁都法案，决定把首都从雅加达迁往婆罗洲岛上的新城市努山塔拉。2024年8月17日，印尼独立纪念日，总统佐科威多多把升旗典礼搬到还在施工中的新首都举行。请注意这件事的性质，一个2亿7千万人口的大国，用国会立法的方式承认自己的首都守不住了。这不是预言频道的标题，这是印尼的国家日程表。第三笔账，一纸签了字的条约。南太平洋岛国吐瓦鲁，全国平均海拔不到2公尺，最高点也不到5公尺。2021年11月，吐瓦鲁的外交部长西蒙科菲站在极西的海水里，西装笔挺，裤管全湿，对着镜头录下给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演说。他脚下那片海原本是陆地，吐瓦鲁的全部国土加起来只有26平方公里，比台北市的内湖区还小。首都富纳富提的机场跑道遇上1年几次的天文大潮，会被海水直接漫过。孩子把积水的跑道当成游泳池，那段影片传遍了全世界。隔年，吐瓦鲁进一步宣布要把整个国家的地景、档案与文化扫描上云端，建立所谓的数位国家，连国土都要先做备份。2023年，吐瓦鲁甚至修改宪法，白纸黑字写进一条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条文，即使国土因海平面上升而消失，吐瓦鲁作为国家的主权地位与海域范围永远存在。一个国家开始为自己的实体消失预立遗嘱，然后玩真的来了。2023年11月，吐瓦鲁与澳洲签署法勒皮利联盟条约，里面写着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东西——气候签证。澳洲每年开放280个名额，让吐瓦鲁公民以气候变迁为理由永久移居澳洲。2025年6月，第一轮抽签开放登记，短短1个月，登记人数超过8000人，而吐瓦鲁的全国人口大约11000人，也就是说，超过70%的国民报名抽签，准备离开自己的国家。一个主权国家开始用抽签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撤退。条约文件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说法，带着尊严的移动，意思是趁灾难还没来，先体面的走，而不是等灾难来了，变成飘在海上的难民。这一条你在任何一张预言地图上都找不到，因为它不是预言，它是新闻。同一片大洋上还有更早的动作。2014年，吉里巴斯政府在邻国斐济买下2000多公顷的土地，官方说法是农业用途，但总统讲得很白，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那里是人民的退路，国家买地当救生艇，这也是写在地契上的事实。第四笔账，一份愈来愈长的名单，地层下陷的城市远远不是只有雅加达，同在印尼的三宝龙，部分地区一年下沉接近10公分，曼谷在沉，胡志明市在沉，马尼拉在沉，天津的部分区域在沉，
美国的休斯顿在沉，连完全不靠海的墨西哥市也在沉。有些地段一年下沉好几十公分，原因同样是超抽地下水。这几年，科学家用卫星雷达干涉技术扫描全球沿海大城，结论很一致，许多城市的地面下沉速度比海平面上升的速度还快上好几倍。这份名单说明一件残酷的事，让城市往海里走的第一推手，往往不是上升的海，而是下沉的地。人类自己就是那股地壳变动的力量之一。名单上还有一个名字，值得多停一秒。东京。凯西与史凯利恩都点名日本要沉，而现实中的东京确实沉过。20世纪，东京东部因为工业超抽地下水，江东一带的地面累计下陷超过4公尺，直到政府在60、70年代严格立法管制，下陷才刹住。但沉下去的地面回不来了。今天的东京东部存在一整片所谓的海拔0公尺地带，地面比满潮的海面还低，住超过150万人，全靠堤防、水门与抽水站日夜看守。日本没有沉入海中，但东京有一部分确实已经生活在海平面之下。预言与现实的距离有时候就是这么微妙，方向似曾相识，剧本完全不同。欧洲的账本也翻得出来。2019年11月，威尼斯遭遇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大水之一，圣马可广场成了一片咸水湖。2020年10月，延宕多年、争议缠身的莫塞防潮系统第一次实战升起，78座钢闸从西湖底浮出，硬是把满潮挡在城外。伦敦的泰晤士河防洪闸1980年代启用的头几年，难得关闭一次，到了2013到2014年那个冬天，一季就关了50次，防线还撑得住，但启动的频率正在一年比一年密，这也是一种量测，不量海，量的是人类挡海的次数。名单上也有已经搬走的人。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拨款4800万美元，把路易斯安那州让查尔斯岛上的居民整体迁走，那里的土地在几十年间被海吃掉了90%以上。媒体称他们是美国第一批气候移民。2024年6月，巴拿马外海的加蒂苏迪岛300户原住民家庭收拾家当，坐船搬到大陆上的新社区，因为海水已经淹进了教室与客厅。这些不是预言插画，是搬家卡车与船班的时刻表。国际文件的用词也跟着悄悄改了，过去开口闭口是减缓，现在愈来愈常出现调试，翻成白话，承认有些水已经挡不住了。接下来要学的是怎么跟它一起活。第5笔账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台湾也在这份名单里。云林、彰化沿海的地层下陷最严重的年代，部分测站量到一年超过7公分的下陷速率，高铁云林段因此被学界点名安全疑虑。列车每天照跑，但桥墩的沉陷监测成了工程师年年紧盯的体检报告。政府花了10几年管制地下水井，速度才逐渐放缓。口湖、台西这些沿海乡镇，有些聚落的地面已经低于附近的海平面，大雨叠上，大潮就淹，抽水站成了乡镇的心脏。口湖的成龙村，整片农田与坟地常年泡在水里，泡成了一片湿地，如今叫成龙湿地，是地层下陷刻在地表上最直观的一刻。台北盆地在上个世纪也曾因为超抽地下水明显下陷，后来靠管制硬是刹住。这座岛的轮廓在地图上或许完好，但岛上的低地一样在跟水搏斗。还有一笔更少人注意，多个研究团队分析燕巢站与卫星资料后指出，台湾周边海域近年的海平面上升速率高于同期的全球平均值。海不是均匀地涨，而我们刚好站在涨得比较快的那一区。把这5笔账叠在一起，你会得到一个很微妙的结论。史凯利恩地图上的大方向，海进人退，确实正在发生。卫星看得到，法律写得出，搬家的船班排得出来，但是方向对不等于幅度对。接下来这一段是今天最重要的平衡报道，听完你才有资格决定要不要相信那张地图。先问一个最极端的问题，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冰，格陵兰、南极，所有高山冰川全部融化，一滴不剩，海平面会上升多少？美国地质调查所给过估算，大约70公尺。70公尺
会淹掉全世界几乎所有沿海大城，会重划每一条海岸线，是不折不扣的文明级灾难。纽约、伦敦、上海、东京、孟买，人类最重要的城市名单几乎就是一份沿海名单，会被整份改写。但科学家同时会告诉你时间表，光是格陵兰冰盖全部融化就是以1000年计的过程，南极大部分的冰要走完更是以10000年计。但请注意，即使是这个最极端，科学家认为需要几千年才可能走完的剧本，也够不到史凯利恩的地图。丹佛的海拔是1609公尺，要让丹佛变成海港，海平面得上升超过1500公尺，而地球上根本没有那么多水。换句话说，那张地图如果要成真，靠融冰是不够的，得靠整块大陆自己塌下去。那大陆会不会塌？这就要讲到板块。板块确实在动，这是20世纪地球科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但它的速度是1年几公分，跟你指甲生长的速度差不多。全球移动最快的板块之一，太平洋板块，1年也不过推进大约10公分。要让加州断成外海岛链，让日本大部分没入海中，以板块运动的节奏，时间单位是10万年、100万年起跳。而且大陆不是想沉就能沉的，大陆地壳比海洋地壳轻，浮在地函之上，像木筏浮在水面。地质学称为均衡原理，你可以把木筏压下去一脚，但要把整条木筏按进水底，需要的力量大到荒谬。地震释放的是板块边界累积的应力，它可以让海岸升降几公尺，可以摧毁城市，但它按不沉一整片大陆。日本这个案例尤其讽刺，日本列岛本身就是俯冲带挤压出来的弧状山地，放在100万年的尺度上，它的长期趋势是被挤高，不是往下掉。要日本沉一半，物理学第一个不答应。就算是人类记录过最猛烈的地震，改变也有限。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规模 9.0， 本州部分地区在几分钟内向东平移了超过2公尺，东北沿海部分地带下沉了超过1公尺。这已经是地球在1天之内能对地图做出的最大修改之一。结果呢，日本还在，海岸线伤痕累累，但列岛的轮廓1寸都没有从地图上消失。至于本世纪的正规预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是，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很可能再上升几十公分，最坏情境逼近1公尺。如果冰盖出现科学家还无法完全排除的不稳定崩解，2公尺的尾端风险不能说死，几十公分到2公尺，对低洼国家是生死交关，对保险公司是天文数字，但距离日本沉一半，隔着好几个数量级。这就是科学这一端的账本，警报是真的，末日地图是夸张的，还有一笔最直接的账，年份。史凯利恩的美国地图上，白纸黑字印着1998到2001。1998年过去了，2001年也过去了，加州还连在大陆上，内布拉斯加州没有海景，丹佛的码头一根柱子都没有，这是这张地图最硬的一次落空，必须讲清楚。面对落空，史凯利恩阵营的回应是预言圈的经典句式，时间轴延后了。他们说，人类的集体意识改变了进程，灾难被推迟，被缩小。批评者则说，这就是预言的万用后门，一扇永远关不上的门，说中了是神迹，没说中是延期。2种说法你都听到了，我们不裁决，我们只把账本摊开。不过这张地图还有一条线索值得往回追，因为史凯利恩不是第一个画出这种画面的人。往前推60年，美国有另一个更有名的人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艾德加·凯西1877年出生在肯塔基州，本业是摄影师，人称沉睡的预言家。他的方法很奇特，躺在沙发上，闭眼进入恍惚状态，用平板的声音回答旁人的提问，身边有速记员逐字记录。醒来后，他自称什么都不记得。他一生留下超过14000份这样的记录，每一份都有编号，收藏在维吉尼亚州的档案馆里，任何人都可以调阅。凯西活着的时候，主业其实是替人看病，美国各地的病人写信给他，他躺下入睡，报出诊断与偏方，醒来收费低廉，付不起的人干脆免费。1931年，他在维吉尼亚海滩成立，
研究与启蒙协会，专门整理这些记录。这个组织至今仍在运作，也因为档案齐全，凯西成了预言史上最容易查证也最常被查证的人。他说过什么，哪一年说的，原文怎么写，全部摊在阳光下。这一点跟许多死无对证的预言家完全不同。把时代背景也放进来，你会更理解凯西为什么红。他最活跃的年代正是美国大萧条的前后，银行倒闭，农田沙化，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流离失所。当现实已经像末日，人们对末日预言的胃口反而最好。这个规律后来在90年代的世纪末焦虑里重演了一次，在今天的演算法时代又重演了一次。1945年1月，凯西过世。他不知道的是，他档案里的几句话会在半个世纪后被画成一张世界地图。1934年1月，凯西在一次编号留档的解读里讲出了那段最有名的预言：地球将经历大变动，美国西岸将破碎，纽约会消失，欧洲北部将在转瞬间改变，而日本的大部分必沉入海中。后来的信徒把这段话读成一张地图，批评者把它读成大萧条年代集体恐惧的投影。同一段速记稿90几年来被读出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注意这个时间点，1934年距离史凯利恩挂出他的地图还有将近60年。二个人隔着半个多世纪，画面却高度重叠。西岸断裂，日本沉没，新陆地从大西洋升起，连地壳变动这个核心概念都是同一套。更巧的是，凯西也讲过时间会变。他说变动的进程与人类的作为相关，不是铁板一块。这句话半个多世纪后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史凯利恩的嘴里，是巧合还是抄袭？怀疑者的答案很直接，史凯利恩读过凯西，凯西的解读在美国神秘学圈流传极广，90年代任何一个预言家都不可能没接触过。所谓的意象很可能只是把前人的剧本重新画成一张更精致、更好卖的图。支持者则反过来说，二个不同时代的人看见同一幕，正代表那一幕是真的。同一份证据，二种读法，这也是预言世界的常态。还有一个细节，把二个人绑得更紧。凯西的解读里，跟史凯利恩的地图一样，点明了所谓的安全区。他说，维吉尼亚海滩一带，美国中西部的部分地区会在大变动中相对平安，信徒因此举家搬迁。维吉尼亚海滩至今仍是凯西信仰的大本营。半个世纪后，史凯利恩的地图同样用颜色标出幸存的高地，告诉读者哪里可以去。末日预言的市场逻辑从来是双面的，一面卖恐惧，一面卖方舟。顺带把凯西自己的账也翻一页，他预言大变动会集中发生在1958到1998年之间，这个区间也过去了，西岸没有碎，纽约还在。但他的档案里也有让怀疑者皱眉的条目。他在世时说过，沉没的亚特兰提斯有一部分会在1968或1969年重新出现。1968年9月，潜水员在巴哈马比米尼岛外海的潜水里发现了一条由巨石排成的水下构造，绵延数百公尺，排列得像一条路，后来被称为比米尼之路。主流地质学家判定那是天然形成的海滩岩，只是断裂得特别整齐，但时间点就这么对上了。石头是真的，照片是真的，至于那算不算亚特兰提斯，解读权到今天还在吵。这就是凯西留下的标准剧情，大预言落空，小细节诡异的命中，让人放不下，也让人不敢全信。这条预言的血脉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接力者，不是预言家，是小说家。1973年，日本作家小松左京出版科幻小说《日本沉没》，写地质学家发现日本列岛将在短时间内没入海中，举国展开大逃亡。小说在日本狂卖数百万册，隔年搬上大银幕，把日本沉没4个字深深烙进整个东亚的集体想象。凯西的预言，小松左京的小说，史凯利恩的地图，3样东西，3个年代，1条线。等到网络时代来临，这条线直接接上了演算法，于是每一次大灾难，这张世界未来地图就复活一次。2011年3月11日，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他在论坛与信箱之间疯传，有人把海啸的空拍画面跟图上沉默的日本摆在一起，配上一句他早就画出来了。2004年南亚大海啸之后如此，每一次加州强震的传闻四起时也如此。到了短影音的时代，它更是完美的内容，一张图3秒钟看懂一个末日，查证需要30分钟，转发只要1秒。这张地图最成功的预测从来不是地质，是人心。最后回到台湾，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一类末日地图上，台湾总是相对完好？预言圈的答案五花八门，我们不重复。今天给你一个地质学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反而是整集最扎实的部分。台湾是一座非常年轻、非常剽悍的岛。几百万年前，菲律宾海板块撞上欧亚板块，把海底的沉积物硬生生挤出水面，挤成一座岛。这场碰撞到今天都还没结束，2个板块仍以1年大约8公分的速度互相挤压，中央山脉到现在还在长高，部分地区的抬升速率达到1年1公分上下，放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速度。换句话说，海平面1年爬几公里，台湾的山1年也在长几公里。这座岛是地球上少数还在跟海比升高的地方。1999年9月21日的极级大地震，车龙埔断层在几十秒内把地表抬升了好几公尺，石冈坝直接被错动扯裂，大甲溪的河床上凭空多出一道瀑布。那一夜夺走2000多条人命，是彻底的悲剧。但从地质的角度看，它同时也是这座岛的身世证明。台湾是被一次一次的挤压与抬升从海里推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很极端的地形，一座36000平方公里的岛，塞了超过260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最高的玉山3952公尺，比日本的富士山还高。现在拿前面那把最极端的尺来量，就算全球所有冰盖融光，海平面上升70公尺，台湾会失去大部分的西部平原，台北盆地会回到湖的状态，彰化、云林、嘉南的海岸线会彻底改写，损失惨重到难以想象。但这座岛的主体，那条纵贯南北将近4000公尺高的山脉，仍然稳稳站在海面之上。对照之下，日本的人口与工业精华集中在沿海的低平原，中国的精华区压在海拔只有几公尺的冲积平原上。从纯粹的海拔数字来看，台湾确实是西太平洋最不容易被整个淹没的地块之一。预言圈说台湾有天命护体，地质学家会耸耸肩说，护体的不是天命，是造山运动。2种语言指着同一座山。这里可以再补几个数字，台湾全岛平均海拔超过1000公尺，是全世界高山密度最高的岛屿之一。日本虽然同样多山，人口与工业却高度集中在沿海低平原。孟加拉全国大部分的国土海拔只有个位数公尺，同样面对上升的海，起跑点天差地远。顺带一提，台北盆地变成湖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想象。1697年来，台采流的郁永河在游记里记下台北盆地内一片汪洋的景象，后世学者称之为康熙台北湖，推测与1694年前后的大地震陷落有关。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这座岛的地貌本来就是在震动与水进水退之间长出来的，差别在于300年前盆地里没有几百万人，现在有。还有一块拼图不能漏，离岛。澎湖群岛地势低平，最高点不到80公尺，大多数村落贴着海岸线生活。金门、马祖的码头与低地同样经不起海面一寸一寸垫高，高山救得了本岛的脊梁，救不了每一座离岛的港口。当我们说台湾在地图上完好，说的从来只是那条山脉，不是这片国土的每一块。但这里也必须把平衡讲满，高山救不了平原。台湾的人口、农田、科学园区绝大多数都挤在西部低地，海平面每上升1公分，暴潮就多吃进一段海岸。云林、彰化的地层还在跟下线拉锯，每一场强台的满潮都是一次小型的预演。把尺度拉回本世纪来看，到2100年，几十公分到1公尺的上升，对台湾的意义不是陆沉，而是频率。淹水的频率，海水倒灌的频率，台风暴潮叠上天文大潮的频率。今天50年一遇的高水位
会变成10年一遇、5年一遇。防线不是一天被冲垮的，是被一年一年垫高的海慢慢磨薄的。地图上完好的是这座岛的轮廓，不是岛上每一个人的家。把预言当护身符，是对这张地图最危险的读法。他画的幸存是山的幸存，不是人的幸存。人的幸存得靠堤防，靠水利，靠都市计划，靠一代一代人把功课做完。荷兰人低于海平面生活了几百年，靠的不是预言，是水利工程和一张一张不断重画的风险地图。台湾要学的是那种把海当对手认真对待的态度，不是把山当靠山的侥幸。把今天的账本合上之前，做最后的盘点。一个突然失声的工程师说他看见了世界的新海岸线，画成地图，印上年份，迈进千家万户。年份落空了，这是事实，写在日历上，赖不掉。但地图上的大方向，海在进，人在退，如今正以公里为单位出现在卫星的量测值里，以法律条文为单位出现在印尼的迁都案里，以抽签名单为单位出现在吐瓦鲁的气候签证里，以搬家的船班为单位出现在巴拿马的小岛上。预言的剧本没有照时间上演，但剧本里的主题正在用慢动作一格一格的发生。开场钉在墙上的3个坐标现在可以收回来了。1934年，凯西在恍惚中说出日本的大部分必沉入海中。1990年代，史凯利恩把同一幕画成地图，印上一组后来落空的年份。2025年，图瓦鲁超过70%的国民把名字写进一份真实的抽签名单，排队等一张离开家园的签证。第一个是预言，第二个是商品，第三个是新闻。三者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个时代留给每一个观众的判断题。也许这才是这张地图真正的用途。它不是判决书，它是一张警告牌。判决书写的是结局，警告牌问的是选择。史凯利恩自己就一再强调，他画的是可能的未来，人类的作为可以改写它。从这个角度看，地图上唯一真正重要的讯息不是哪里会沉，而是还来得及。警告牌的价值从来不在它挂了多少年，而在有没有人因为看见它放慢了车速。下一次你在网络上再刷到那张海岸线全部错位的地图，可以想起今天这本账，加州还连住大陆，日本还浮在海上，丹佛的码头一根柱子都没有，但雅加达的海堤又加高了一截，努山塔拉的工地彻夜亮住灯，图瓦鲁的抽签名单明年还会再开放一轮。地图是画错了还是只是画早了，没有人能拍板。唯一确定的是，那把量海的尺每一年都在悄悄往上多爬几公里。墙上的地图不会动，动的是墙外的海。1991年，一本薄薄的书悄悄出现在美国的书店里，书名叫做《我来自金星》，作者署名欧穆内克·欧内克。他没有博士头衔，没有显赫的背景，他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无数人把书放下，摇摇头走开。他说他不是地球人，他说他来自金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话听起来就像一个精神错乱者的呓语。毕竟金星是什么地方？那是太阳系里最像地狱的星球，表面温度高达460度，足以融化铅块，大气压力是地球的90倍。那是一种能把潜水艇瞬间压扁的恐怖力量。天上下的不是雨，而是滚烫的浓硫酸。在这样一个炼狱里，怎么可能有生命？怎么可能有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从那里来到地球，还在田纳西州的小镇上长大，上学、结婚、生子，过着和你我一样的日子？于是大多数人把她当成了一个骗子，或者一个可怜的幻想症患者。她的书很快就被人遗忘，淹没在书店角落那一堆光怪陆离的新时代读物当中，再也无人问津。他的名字连同他那6个离奇的说法一起沉进了时间的最深处，仿佛从未存在过。可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个被嘲笑的女人口中藏着6个冰冷而具体的说法。在当年，这6句话被当成疯话，被当成一个骗局里最荒唐的部分，无人理会。然而35年后的今天，当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从金星的云层里，从一块来自宇宙深处的石头上
从美国国会庄严的听证席上挖出一个又一个令人窒息的证据时，他们忽然发现，这个自称来自金星的女人当年说过的话，竟然有4个正在一条一条的变成现实。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被遗忘了整整35年的旧书，我们要看的不是一个疯女人的胡言乱语，而是要冷静的一个一个的去审视这6个禁忌预言，哪4个正在成真，哪2个至今依然只是一场虚无缥缈的幻梦。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问题是，如果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6件事？在你看完这个故事之前，我想先请你放下心里那把急着下判断的尺，先别急着说他是骗子，也先别急着说他是先知，因为这个故事真正迷人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会把我们逼到2个都让人不太舒服的可能之间。要么是一个被全世界嘲笑了整整35年的女人，竟然碰巧一次又一次地猜中了人类最尖端的发现，要么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奇怪得多。无论答案是哪一个，都值得我们静下心来，从头到尾好好的看一遍。让我们先弄清楚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的名字欧穆内克，欧内克。据她自己说，在金星的语言里，意思是灵魂的回归。她的故事光是听开头就足以让任何一个严肃的人皱起眉头。可如果你愿意耐着性子听下去，你会发现这个故事的内部有一种奇异的自成一体的逻辑。其实在它出现的那个年代前后，世界上已经冒出过不少自称与外星人有过接触的人，他们有的说自己被带上了飞船，有的说自己收到了来自星空的讯息。欧穆内克正是这一股浪潮里最特别也最完整的一个，因为他讲的不是一次短暂的偶遇，而是一整段长达一生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生。他说他并不是出生在我们所看到的这颗滚烫的金星表面，而是出生在金星的另一个维度，一个振动频率比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更高的层面。他说在我们的仪器看不见的那个层面，金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有用水晶建成的城市，有宽阔而宁静的街道，有一座叫做透特尼亚的故乡。在那里没有疾病，没有战争，没有恐惧，也没有死亡。他说他在那里以灵魂的形态活了足足210年。210年对一个地球人来说已经是好几辈子的光阴，可他说在那样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里，这不过是漫长生命中的一小段。那么他为什么要离开那样一个天堂，跑到我们这个充满苦难的星球上来呢？他的答案是，在1955年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降低自己的振动频率，凝聚出一具沉重的物质肉体来到地球。他说他搭乘一艘飞船，由他的叔叔陪同降落在地球上，借用了一个刚刚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的7岁小女孩的身份。从那一刻起，他就在美国田纳西州被那个女孩的奶奶抚养长大，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小女孩。他说他要先把自己活成一个地球人，去经历地球人的童年，地球人的求学，地球人的婚姻，才有资格去谈论地球的事。在很长很长的岁月里，他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金星，独自咀嚼着一个地球小孩成长过程中的全部烦恼与挣扎。在他的说法里，这并不是什么附身，也不是什么雀巢鸠占。他说那个小女孩的灵魂在车祸中已经离开了肉体，而他是经过了一整套安排才接手了这具空下来的身体。他说在刚来到地球的那些年里，他其实一直都记得自己究竟是谁，记得那座水晶的城市，记得故乡的模样。只是他渐渐明白，这些记忆一旦说出口，就只会给自己也给身边的人带来无穷的麻烦。于是他选择了沉默，把这个天大的秘密整整藏了几十年，直到自己年岁渐长，才终于决定把它写出来。他说他来地球是背负着任务的，他要把金星上一套古老的智慧重新传递给已经遗忘了他的地球人。这套教导他称之为一种关于至高神性法则的学问。它的核心其实很简单，他说我们每一个人
本质上都不是这具会生老病死的肉体，而是一个永恒不灭的灵魂。他说，宇宙万物都来自同一个浩瀚的创造源头，在永不停歇的循环里生生不息。他说，所谓的死亡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灵魂一次又一次的转换与重生，而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其实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他还留下过2句很美的话，他说，想象力是创造的钥匙。他又说，你的注意力流向哪里，你的能量就流向哪里。在他的教导里，人类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源于一件事，那就是遗忘。他说，我们忘记了自己是永恒的灵魂，于是才会那样地害怕死亡。我们忘记了万物本是一体，于是才会彼此争斗，彼此伤害。他说，恐惧才是地球真正的病根。而他来到这里，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提醒人们重新想起自己本来的样子。这套说法后来被他整理成一系列的文字与课程，留给了那些愿意倾听、愿意相信的人。他甚至说过一些更加大胆的话。他说，地球上大约有 5% 的人，灵魂的源头其实来自金星。他还说，历史上的耶稣也与金星有着一段深深的渊源。这些话每一句拿出来，在当年都足以引发轩然大波，也足以让他被牢牢地钉上骗子的标签。把这本书出版出来的人也不是一个无名小卒，他叫温德尔·史蒂文斯，是一位退役的美国空军上校。退休之后，他把余生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飞碟与外星接触的研究当中，搜集了世界各地大量的目击案例与接触者证词。正是他在1991年把欧穆内克的这部自传郑重地推上了美国的书架，也把他的名字带到了公众的面前。当然，这一切没有任何证据，没有飞船的残骸，没有金星的照片，没有任何可以拿在手里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注定要被嘲笑，被质疑，被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笑话。他自己也说过一句很无奈的话，他说，我从不评判任何人，可我却是被评判的最多的那一个。可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拿不出任何证据，被主流彻底无视的女人，她的故事却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涟漪始终没有完全消散。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某个失眠的深夜偶然翻到她的书，又被那6个说法悄悄地攫住了心。没有人能拿出证据证明他说的是真的，可也奇怪，这么多年过去，竟也没有人能把他彻底的忘记。在后来的岁月里，他拖着渐渐老去的身体，在欧洲各地做过不少演讲，向那些愿意倾听的人讲述他的金星，他的教导。他始终是接触者圈子里一个安静而坚定的身影。直到2009年，他中风了，从此半边身体瘫痪，他的传奇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一个编故事的骗子通常会把故事编得越玄越好，越讨好听众越好。可欧穆内克却在他的书里，在他的演讲里留下了6个非常具体的说法。这6个说法在当年每一个都像是天方夜谭，像是一个幻想症患者脑海里最瑰丽的泡影。可偏偏就是这6个天方夜谭，在接下来的35年里，一个一个的迎头撞上了人类最前沿的科学。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个预言，金星曾经是一个活着的世界。欧穆内克说，金星并非从来就是地狱。他说，在非常非常久远的过去，金星和今天的地球一样，是一个能孕育生命的美丽星球，有山，有水，有生机。后来才因为一场剧烈的变化，一步一步坠落成了现在这副人间炼狱的模样。在1991年，这句话简直荒唐到了极点。当时所有的教科书都告诉我们，金星就是一颗死星，一颗从诞生之初就被失控的温室效应活活烤焦的星球。一个女人说她曾经适合生命居住，曾经有过湛蓝的海洋，没有人会把这当回事。这听起来就像在说地狱里曾经开满鲜花，岩浆里曾经游过鱼群一样可笑。可是科学的铲子挖着挖着，竟然挖出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在美国太空总署底下有一个专门研究气候的研究所，那里的科学家本来是用一套精密的电脑模型
来模拟地球的气候变迁。后来他们突发奇想，把这同一套模型反过来去推演金星那遥远到无法想象的过去。他们不是只跑一次，而是调整了一个又一个的参数，跑了好几十次不同的模拟，调整着陆地与海洋的分布，调整着大气的成分，调整着太阳照射的角度。结果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模型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在金星的早期历史上，它很可能拥有一片浅浅的液态水海洋，地表的温度温和宜人，甚至足以让生命安然存在。而最惊人的是，这样一段适宜居住的好时光，竟然可能持续了长达20亿年之久。20亿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地球上的生命，从最初那个微不足道的单细胞，一路演化到今天的万物生灵，飞鸟走兽，山川人烟，也不过用了30多亿年。换句话说，如果金星真的有过20亿年的温和岁月与蔚蓝海洋，那么它就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去从容地孕育出属于它自己的生命。科学家还原出的场景是这样的：远古的金星有大片青翠的陆地，有辽阔的蓝色海洋，天上飘着厚厚的云，那些云层恰好像一顶巨大的遮阳伞，为它挡住了过于猛烈的阳光。直到大约7亿年前，一场神秘的灾变降临了。最主流的猜测是，那是一次规模惊人的火山大喷发，把整颗星球的表面从里到外重新覆盖了一遍。从此，海洋开始蒸发，水汽锁住了热量，温室效应像滚雪球一样彻底失控，金星才一步一步万劫不复地坠入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个炼狱。有科学家忍不住感慨，金星就像是地球的一个双胞胎姐妹，它们在同一片星云里诞生，个头差不多，成分也相近，几乎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可是后来，一个成了生机盎然的蓝色摇篮，另一个却变成了密不透风的火炉。同样的开局，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金星那段失落的过去，与其说是一个遥远星球的故事，不如说是一面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沉默的镜子。你发现了吗？这跟欧姆内克说的几乎一模一样。他说金星曾是一个活着的世界，后来因为一场巨变才改变了模样，而科学家算出来的正是一个曾经温和，后来突遭大难的金星。更让人睡不着觉的还在后面。2020年，一组天文学家郑重宣布，他们在金星的云层里探测到了一种叫做磷化氢的气体。在地球上，这种气体几乎总是和微生物的活动紧密地相伴出现。这个消息一出，全世界都轰动了。可是，这个发现也立刻就引来了铺天盖地的质疑。有人重新分析了那批数据，说那根本不是磷化氢，而是仪器的误判，是一场美丽的乌龙。可另一批科学家又用新的观测再一次宣称，他们确实探测到了它的踪迹。就这样，你来我往，争论了一轮又一轮，谁也没能把谁彻底说服。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反而被这个谜团牢牢地勾住了心。紧接着，在2024年，又有研究团队宣称，他们在金星的云层中疑似探测到了氨气，这又是另一种有可能指向生命存在的信号。这些发现至今仍有巨大的争议，远远没有最终的定论，但它们已经足够让整个科学界重新沸腾了起来。人类甚至为此规划了好几艘全新的探测器，准备在未来一艘接一艘地冲向金星。为什么？因为一个惊人的事实摆在眼前，金星的地表是炼狱没错，可在离地面大约50公里的高空云层里，温度与压力竟然意外地接近地球的表面。那里会不会就是金星生命最后的避难所？当地表的天堂变成炼狱，会不会有什么逃到了天空之中，苟延残喘到了今天？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和欧洲都已经分头准备，要在未来的几年里把全新的探测器送往金星。他们要做的就是一头扎进那片厚厚的云层，去闻一闻那里的空气，去尝一尝那里的成分，去亲手确认那些可疑的气体究竟是不是生命留下的指纹。要知道，发射一艘星际探测器
是一件耗资极其巨大的事。人类愿意为了金星砸下这么一大笔钱，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金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一笑置之的问题了。当然，我们必须非常诚实，就在2024年，英国剑桥大学的一组研究者给这个美梦狠狠地泼了一大盆冷水。他们分析了金星大气的化学成分，得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金星的内部太干燥了，干燥到它的表面从来就不曾拥有过足够的水来形成海洋。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金星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片不毛之地，从未有过生命的机会。这盆冷水泼得很有分量，它提醒着我们不要因为一个故事太过动听就急着去相信它。科学真正可贵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允许甚至鼓励这样针锋相对的声音同时存在。一边说它曾经温和，一边说它从来干枯，两边都握着实打实的数据，谁也没有撒谎。而真相往往就在这样的拉锯与碰撞里，一点一点的被逼着现出它原本的形状。所以，金星到底有没有过生命？这场争论至今还在科学界激烈的进行着，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无论最后的答案是什么，有一件事已经彻底改变了，那就是今天再也没有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敢拍着胸脯斩钉截铁地说，金星绝对不可能有过生命。一个曾经板上钉钉的死星，如今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号。欧穆内克当年那句被当成疯话的预言，如今竟然堂堂正正地站在了一条被主流科学认真对待的赛道上。第一个预言正在成真，第二个预言，我们其实是星辰的孩子。欧穆内克反反复复地强调一件事，他说，人类这个物种是宇宙性的，并不只属于这颗小小的地球。他说，生命的根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辽阔得多，它与遥远的星辰之间有着一条割不断的看不见的联系。这话听起来很浪漫，可在科学上，当年的主流看法是很朴素也很地球中心的。生命诞生于地球早期那一锅温暖的原始浓汤，在闪电的轰击与化学反应的搅拌之下，慢慢的诞生出了第一个能够自我复制的生命分子。生命是地球土生土长的，这就是写在课本上的标准答案，故事到此结束。可是这个标准答案正在被一块石头从最深的根基上动摇。这块石头叫做贝努，它是一颗近地小行星，是太阳系诞生之初就遗留下来的原始碎片。46亿年来，它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就像一个被冰封在太空深处的时间胶囊，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太阳系最古老的秘密。为了得到它身上的一点点碎屑，美国太空总署派出了一艘探测器，跨越了好几亿公里的距离，飞了好几年的漫长时间，才终于追上了它。探测器先是绕着这颗小行星仔仔细细地绘制了它表面的每一道沟壑，每一块巨石，寻找着最合适下手的地点。然后在一个让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的瞬间，它缓缓地朝着小行星的表面俯冲下去，伸出机械臂，轻轻地只触碰了那么几秒钟，就抓取了大约120克的岩石与尘土。那一次抓取，样本多到差点塞住了采样舱的盖子，碎石不停地往外飘散。接着，这艘探测器带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宝藏调转船头，又飞了好几年，踏上了漫长的归途。然后在2023年，这艘探测器用一顶降落伞把这份珍贵无比的样本稳稳地送回了地球，落在了美国犹他州的沙漠里。接下来发生的事震惊了整个科学界。科学家把这份来自宇宙深处从未被地球环境污染过的纯净样本放到显微镜与各种精密仪器之下，一层一层的剖析。他们找到了什么？他们找到了氨基酸，而且不是一两种，是构成地球上所有蛋白质的那20种氨基酸里的整整14种。氨基酸是什么？它就是构成蛋白质的积木，而蛋白质几乎驱动着一个生命体的一切活动，从呼吸到思考到心脏的每一次跳动。这还远远没完，在这块石头里
他们还找到了组成我们遗传物质的全部5种碱基。换句话说，构成我们遗传密码的那些最关键的零件，那些一笔一画书写生命之书的字母，竟然完完整整的、静静地躺在一颗46亿年前的小行星上。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氨，还有甲醛，这些全都是合成生命分子的重要原料。一位参与研究的科学家看着眼前的分析结果，忍不住形容，他们找到的是一锅极其复杂的有机分子的浓汤。到了2025年，科学家在更进一步的分析中，又在这块石头上相当有把握地辨认出了第15种氨基酸色氨酸。这是一种此前从未在任何地外物质中被确认过的氨基酸，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件破天荒的事。而到了2026年初，新的研究更进一步揭示，这些生命的积木甚至可能是在冰冷而充满辐射的极端环境里形成的，远比人们原先想象的要顽强得多，也要普遍得多。这意味着孕育生命零件所需要的条件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苛刻，那样稀有，它们也许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在默默地、悄悄地被制造出来。把这些线索全部拼在一起，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图像浮现了出来，那就是生命的基本原料根本不是地球的专利，它们广泛地散布在整个太阳系里，藏在一颗又一颗冰冷的小行星与彗星当中。而在地球诞生的早期，正是这些天外来客像一个又一个辛勤的播种者，在亿万年的撞击与坠落中，把这些生命的积木一批一批地撒到了年轻的地球上。事实上，科学家在另一颗叫做龙宫的小行星样本里也发现了类似的东西，这就更加说明贝努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外，而是宇宙的一种常态。而这又引出了一个更让人心头一震的推论：如果说生命的原料在宇宙里到处都是，被慷慨地撒得满天满地，那么在那无数颗我们还叫不出名字的遥远星球上，会不会也曾经或者正在上演着和地球一样的故事？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这宇宙里独一无二的奇迹，可这块小小的石头却在轻声地向我们暗示，或许我们只是一场早已写好的剧本里众多角色当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你听明白了吗？这意味着组成你我身体的那些最基本的元素与分子，那些构成你的骨骼、你的血肉、你的每一个念头的物质，很可能真的来自天上，来自那些冰冷的在无尽黑暗中独自飞行了数十亿年的石头。想一想这件事，你会觉得既渺小又奇妙。在你端起一杯水，咬下一口面包的时候，你身体里那些最古老的原子，或许曾经在某一颗早已熄灭的恒星中心被锻造出来，又搭着一块小行星的便车，跨越了难以想象的距离与时间，才最终落脚成为了你的一部分。我们仰望星空，总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远方，可那一整片星空其实一直就静静地流淌在我们自己的血液里。欧穆内克说，我们是宇宙性的，我们与星辰相连。在1991年，这只是一句空灵而美丽的禅语，而在今天，科学家正捧着一块来自太空的石头，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真的是星辰的孩子。第二个预言正在成真。第三个预言，少数人将会用一条看不见的锁链操控所有人。这是欧穆内克的教导里最尖锐也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句话。他说，地球此刻最大的病症就在于它的运作方式被一小撮拥有权力的人所牢牢掌控，他们操纵着也控制着其他所有的人。他说，这样一套旧的世界系统终将走到它的尽头。在1991年，这句话会被归到哪一类阴谋论？人们会说，这不过是又一个新时代的信徒，对着看不见的权贵在那里愤愤不平，发着牢骚罢了。可是，请你抬起头，看一看35年后的今天，看一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口袋里都揣着一块会发光的萤幕，我们以为是我们在使用它，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到底是我们在滑动它，还是它在牵引着我们。我们看到的每一条新闻，
每一个影片，每一则贴文，背后都有一套我们看不见的演算法，在默默地计算着什么东西最能抓住你的眼球，什么东西最能让你停不下来，什么东西最能挑动你的情绪，让你又爱又恨，欲罢不能，一刷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恐惧，我们在深夜里偷偷搜寻的每一个字，我们在每一个画面上停留的每一秒，都被悄悄记录下来，变成一串串冰冷的数据，汇入到极少数几家巨型公司的伺服器里。他们比你的家人更了解你，甚至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他们知道如何让你掏钱购买，如何让你愤怒转发，如何让你在不知不觉之间慢慢改变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立场，乃至自己看待整个世界的方式。而随着人工智慧的崛起，这条看不见的锁链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巧，越来越无孔不入。如今，机器已经可以生成以假乱真的影像与声音，一句从未说过的话可以被安到任何一个人的嘴里，一个从未发生过的画面可以被制造得天衣无缝，连最亲近的人都分辨不出真假。当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开始模糊，当操控可以做到如此精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正活在一张看不见的大网里，却还天真的以为自己自由自在？更可怕的是，这一切并不需要一个躲在暗处的坏人来亲自操控，它已经变成了一套自动运转的系统，一套以抓住你的注意力为唯一目标的机器。你的时间，你的目光，你的每一次心动与愤怒，本身就是被买卖的商品。在这套系统里，你以为自己是顾客，可实际上被摆上货架，被明码标价的恰恰就是你自己。欧姆内克说的那条看不见的锁链，或许从来就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紧紧握在手里的，它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编织出来，又心甘情愿一起带上去的。更微妙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眼前看到的世界已经悄悄地变得不一样了。你滑到的内容和你邻居滑到的内容可能截然相反。久而久之，每个人都被温柔地关进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小房间，房间里播放的全是自己爱听的话，全是让自己更生气或者更安心的东西。我们以为自己看到了整个世界，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那套演算法愿意让我们看到的那一小角球。当千千万万的人活在千千万万个彼此隔绝的房间里，所谓的共识，所谓的真相，就变得越来越难以拼凑起来了。我必须在这里说明清楚，这第三个预言并不像前面两个那样有冰冷的科学数据可以直接拿来证明，它更多的是一种对时代脉搏的观察与诠释。欧姆内克当年并没有预言出演算法或者人工智慧这些具体的东西，但是他所描述的那种结构，那种由极少数人通过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去影响与牵动亿万人心智的图景，却和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这个资讯时代吻合得令人不安。也许这正是这个预言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因为他说的根本不是金星，而是我们自己亲手建造并且一头钻了进去再也出不来的这个世界。第三个预言正在以一种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方式成真。第四个预言，那隐藏的非人接触终将被迫公开。欧姆内克说，地球从来就不孤单。他说，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来自其他世界的智慧生命在默默地观察着地球的一举一动，而他坚信总有一天这种接触会浮出水面，真相会被公开在所有人的眼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谁要是敢公开谈论这种事，谁就会被结结实实地贴上一个标签，幻想者或者戴锡箔帽的疯子。这是严肃的人绝对不会去碰的话题，是一个会瞬间毁掉一个人整个声誉与事业的禁区。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几年里，这道禁区的大门竟然被人从里面一脚踹开了。2023年，一件震动世界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名叫大卫·格鲁什的男人走进了美国国会的听证席。他不是什么民间的飞碟爱好者，他曾经是美国空军与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曾经是五角大厦相关专案小组的成员，是一个真正在体制内部待过的人。在庄严的举手宣誓之后，他向在座的国会议员们作证。他说，
根据他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所掌握的讯息，美国政府藏着一个长达数十年的秘密计划，专门在回收并且逆向研究那些非人类来源的飞行器。而最让在场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他接下来说的话。他说，在这些被回收的残骸旁边发现了非人类的生物遗骸。话音一落，五角大厦随即出面否认了这些指控，说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证实这些说法的证据。可是这颗巨石已经被狠狠地投进了那片看似平静的水面，激起的涟漪再也无法平息。到了2025年，美国国会再一次就这个主题召开了听证会。这一次又有好几位退役的军人鼓起勇气站了出来，分享他们亲身经历过的那些无法用常理解释的遭遇。他们描述了在执勤时于天空中亲眼看到的行为极其诡异的发光球体与飞行物。在一段被公开拿出来讨论的画面里，一枚飞弹击中了一个不明飞行物，然后那个飞行物竟然毫发无伤，继续沿着它原来的轨迹若无其事地向前飞行。在场的人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东西公众不被允许看到？这背后到底还藏着什么？不仅如此，国会里还在推动着一项法案，要求政府解密所有与这些不明现象相关的档案，并且把它们公开放到网络上，让所有的普通人都能亲自查阅。一句曾经只属于社会边缘群体的口号，公开揭露真相，如今竟然被一本正经地写进了美国的立法议程里。而这股要求透明化的压力，到了2026年依然在持续不断地升温，从未停歇。请注意，这里并没有任何官方的盖章认证，说外星人真的来过地球，争议与否认依然存在，怀疑的声音也从未消失。但是有一件事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那就是这个话题已经从一个会让人身败名裂的禁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堂堂正正在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里被反复认真讨论的议题。更重要的是，站出来的已经不再是一两个孤单的声音，一个又一个曾经身居要职的人，一位又一位在军队里服役过的老兵，前赴后继地走到聚光灯下，赌上自己半生的名誉，说出他们亲眼所见的东西。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当这样的证词越积越厚，那道曾经牢不可破的沉默之墙就再也捂不住了。一件事情从只有疯子才敢谈起，到连最严肃的政治家都不得不正视，这中间隔着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距离。欧姆内克当年站在演讲台上说，这种接触终将被公开。35年后，公开这两个字正一次又一次的在国会的麦克风前被人郑重的大声说出。第4个预言正在成真。说完了4个正在成真的预言，接下来的这2个方向却完全不同。如果说前面4个是科学在替他背书，那么后面这2个科学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回答。请你坐稳了，因为一个诚实的故事不能只讲对的那一半，更不能为了惊悚而藏起真相的另一面。第5个预言，地球将会扬升到一个更高的维度。这是欧姆内克整套教导的核心，也是他最终的归宿。他称之为一场伟大的转变。他说，地球正在提升它的振动频率，正在向一个更高的维度缓缓跃升。他说，在未来，地球将会服务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旧的世界会彻底结束，而一个全新的实相将会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展开。这个说法听起来宏大而美丽，充满了希望。难怪许多新时代的信仰都不约而同地共享着这样一个关于扬升的甜美梦想。但是，当我们把它放到科学那架冷冰冰的天平上，问题立刻就来了。什么叫做维度的跃升？什么叫做振动频率的提升？这些词汇听起来很科学，借用了物理学的外衣。可是，一旦你想要真正的去测量它，你会发现根本无从下手。没有任何一台仪器可以测出一颗星球的灵性频率，没有任何一个实验可以验证地球是否正在迈向另一个维度。它无法被观测，无法被计算，也无法被推翻。它就像空气一样，
你能感觉到，却怎么也抓不住。也正因为如此，这个预言成了一块最特殊的试金石。它不像前面那几个，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它稳稳地待在信仰的那一边，待在一个科学的手永远也够不到的地方。你信，它就是真的；你不信，它就什么也不是。它的真假从来就不取决于任何一台仪器，而只取决于你内心深处的那一份选择。而这正是它和前面4个预言最根本的区别。金星有没有过海洋，可以用模型去推演；石头里有没有氨基酸，可以用仪器去检测；国会有没有开过听证会，白纸黑字，有据可查。可是地球的扬升却飘在一个科学完全无法触及的角落里。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是假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检验一个本身就无法检验的东西。但是同样的，我们也绝对不能说它正在成真，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证据能够告诉我们，这场所谓的伟大转变真的在发生。所以，对于第5个预言，我们只能诚实地说，它依然只是一个信念，一场美丽的梦。它或许能在深夜里安慰那些疲惫的人心，却只能站在科学的大门之外，迟迟无法进来。它尚未成真，而且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它究竟是真是假。第6个预言，月亮是人类心智失衡的根源。这是欧穆内克的说法里相当奇特的一个。他说，地球之所以充满了动荡与不安，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那就是它头顶上那唯一的一颗月亮。他说，月亮在天上运行的时候，会对地球上的人们施加一种此消彼长、来来回回的影响，悄悄地搅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这个说法其实骚到了人类一个很古老的痒处。从远古时代起，无数的文化与传说就把满月和疯狂、失眠、躁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许多古老的语言里，疯狂这个词本身就和月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连今天还有非常多的人深信，每当满月的夜晚，医院会更忙，急诊会更多，人会更睡不着，情绪也会变得更不稳定。听起来似乎还挺有道理的，对不对？可是这一次，科学给出了一个相当干脆利落的答案。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科学家决定要彻彻底底地查一查这件事。他们不是只看几十个人就草草了事，而是分析了超过1200位志愿者，总共2000多个夜晚的详细睡眠数据。除此之外，他们还特意翻出了大量过去那些从来没有被正式发表过的研究结果，把总共超过2万个夜晚的睡眠记录全部加在一起，重新计算了一遍。这是一个规模庞大到几乎不可能出错的调查。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找不到。他们明确的、毫不含糊地说，在人类的睡眠与月亮的圆缺盈亏之间找不到任何具有统计意义的关联。月亮并没有让我们睡得更差，也没有让我们变得更疯。那为什么过去总有一些研究声称发现了月亮的影响呢？科学家给出的解释非常有意思。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偏差所造成的假象。当一个研究碰巧发现了月亮的影响，它就很容易被发表出来，被报道出来，引人注目，被大家兴奋地转来转去。可是当无数个研究发现月亮根本一点影响都没有的时候，这些平淡无奇的结果就被默默地塞进了抽屉的最深处，无人问津，也无人提起。于是我们听到的永远是那些声称有影响的少数声音，久而久之便误以为月亮真的在背后操控着我们。说到底，所谓的满月使人疯狂，更像是我们的大脑自己跟自己玩的一个小把戏。当满月的夜晚发生了一件怪事，我们会特别的记住它，并且把它一股脑的归咎于那轮明晃晃的月亮。可是当一个平凡无奇的夜晚同样发生了怪事，我们却转头就忘得一干二净，不会去怪任何人。我们的记忆悄悄地替月亮编造了一个他根本不曾犯下的罪名。所以对于第6个预言，科学的态度比对第5个还要明确。目前规模最大也最严谨的研究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月亮并不会搅动我们的心智。
这个预言不仅没有成真，反而被科学的证据轻轻地否定了。好啦，6个预言，我们一个一个地全部看完了，让我们把它们重新排在一起。金星曾是一个活着的世界，正在成真。我们是星辰的孩子，正在成真。少数人用看不见的锁链操控众生，正在成真。隐藏的非人接触终将被迫公开，正在成真。而地球将扬升到更高的维度，尚未成真。月亮是人类失衡的根源，被科学否定。6个里面有4个正在以各自的方式与这个时代最前沿的发现遥相呼应。当你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确实会让人脊背发凉。一个在1991年被当成疯子的女人，怎么会说中这么多？难道她真的去过金星？我知道，看到这里，你的心里可能已经开始发毛了。一个没读过多少书，被所有人当成笑话的女人，怎么可能在30多年前就把今天的科学头条一条一条的提前说了出来？这种巧合未免也太吓人了。如果你此刻正有这种感觉，那很正常，但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逼着自己冷静下来，把激动先放在一边。但是作为一个认真的人，我们必须在这里狠狠地踩一脚刹车，然后冷静地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些预言真的有那么神吗？让我们仔细地想一想，生命来自宇宙，星球的环境会发生变迁，权力会慢慢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人类渴望与其他文明接触。这些主题难道是欧穆内克第一个想到的吗？并不是。早在1991年之前，金星曾经比现在温和许多的这个猜想就已经在科学界悄悄流传了好几十年。生命的种子可能来自天外的这个想法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它在科幻小说与科学论文里反复出现过。换句话说，这些看似惊人的预言，其实很多都早已飘在当时的时代空气里，根本不需要来自金星才能说得出来。一个敏锐的人，只要博览群书，用心倾听，就足以捕捉到这些正在酝酿的念头。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玩一个悄悄挑选的游戏？人类的大脑天生就喜欢寻找规律，喜欢把命中的部分拼命放大，把落空的部分悄悄忽略。当我们看到4个说中了，我们会兴奋地大喊，太神了，太准了。可是我们是不是也悄悄地把那些模糊的、说不清的、根本无法对应的部分轻轻地跳了过去？要知道，一个足够模糊的预言，总能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找到一些看起来刚好吻合的现实，这是人心最容易也最乐意掉进去的陷阱。心理学上早就反复验证过这件事，你只要给一个人一段足够笼统的描述，比如你的内心深处其实藏着一份不为人知的不安，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频频点头，觉得这说的简直就是自己。预言之所以灵验，往往不是因为他说的有多准，而恰恰是因为他说的刚好足够模糊，模糊到无论未来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大脑总能自动地替他找到一个对得上的解释。说到底，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在验证一个预言，我们是在亲手帮那个预言圆上他的谎。第3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这一切能证明它真的来自金星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欧穆内克从来没有给出过一个真正精准的、带着具体日期的、只有外星人才可能事先知道的预言。他没有说出哪一年会发生哪一件具体的事，没有说出哪一场灾难会在哪一天降临。他说的全都是一些宏大的、方向性的判断，而这些判断恰好与后来的科学发现吻合。这更可能说明的是，他敏锐地抓住了人类思想当中那些反复出现的母题，而不是说他真的握有来自另一颗星球的秘密。所以到这里，理性的结论其实已经很清楚了，那4个预言的成真是一种迷人的巧合，是时代思潮与科学进展的一次美丽的共振，而不是外星接触的铁证。可是故事如果只讲到这里，又似乎少了那么一点点。
什么？因为还有一个问题，理性始终回答不了，那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是这6件事会如此顽固的一次又一次的回到我们的视野里？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总是忍不住去想象生命来自遥远的星辰，总是隐隐的恐惧，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背后操控着我们，总是热切地渴望着我们在这浩瀚到令人发晕的宇宙中并不孤单，又总是模糊地感觉到这个世界似乎正站在某种巨大转变的门槛之上。也许欧穆内克的这6个预言真正映照出的根本就不是金星，而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内心。它照出了我们对宇宙归属感的那份深深的渴望，照出了我们对失去自由的那份隐隐的恐惧，也照出了我们在这片冰冷的宇宙里不甘心孤独的那份固执的温热的希望。你看，我们害怕自己是渺小的，是偶然的，是这宇宙里一个无足轻重的意外，所以我们多么希望自己是星辰的孩子，是被精心安排才来到这里的，是某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我们也害怕自己活得不明不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来搡去，所以我们既恐惧那条锁链，又隐隐地期待着有一天能有什么力量把所有的真相彻底地掀开。欧穆内克的6个预言之所以能在35年后还让我们心头一颤，靠的从来就不是金星，而是它精准地戳中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那几根最敏感也最柔软的弦。那个自称来自金星的女人或许从来就没有真正去过金星，但是她说出的那些话却像一面奇异的镜子，照见了我们每一个地球人心底最深处的那些梦与那些不安。她或许不是金星的使者，但她却意外地成了我们人类自己的一个诚实的记录者。从这个角度看，她到底有没有来过金星，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像一个信使，替我们把那些连我们自己都不敢大声说出口的渴望与害怕，端端正正地摆到了桌面上，逼着我们去正视它们。35年过去了，金星依然在每一个清晨与黄昏的天空中静静地、明亮地闪烁着。它到底藏着怎样的过去，我们还在苦苦地追寻。而那6个预言，4个正在成真，2个依然如谜。至于那个最大的问号，这一切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东西？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给荧幕前的你自己去思考，去回答吧。你相信吗？又或者说，你愿意相信吗？欢迎在留言区里告诉我你心里的那个答案。这个夏天，当48支球队在北美3国的绿茵场上捉对厮杀，当数十亿人守在荧幕前，为这场人类最大的足球盛宴疯狂呐喊的时候，一张截图忽然在社群网站上疯狂流传。有人信誓旦旦地说，早在将近30年前，一部黄皮肤的美国卡通就已经一笔一画地预言了这一届世界杯决赛的对阵，甚至连夺冠的队伍都画了出来。而这部卡通就是辛普森家庭。如果你上网搜寻，你会发现这样的说法多到吓人。他们说辛普森家庭预言了川普当选美国总统，预言了迪士尼并购福斯，预言了智慧手表，预言了视讯通话，预言了政府对全民的监控，甚至预言了震惊世界的911。一部从1989年开播到今天已经播出超过800集的搞笑动画，怎么就变成了全世界最灵验的预言书？这帮住在春田镇的黄皮肤小人，难道真的握着一支能改写未来的画笔？从美国到欧洲，从台湾到日本，全世界的网友都在疯狂的转发，都在半信半疑的惊呼，这一家住在荧幕里长了3根头发的黄皮肤小人，不知不觉之间竟成了整个网络时代最受追捧的一位神谕。有人说他的编剧是穿越者，有人说他们当中藏着真正的先知，甚至还有人说他根本就是命运本身，特意派来提前给我们剧透的一位信使。这听起来荒诞不经，可是当你看完接下来的10个预言，你也许就再也笑不出来了。先别急着下结论，今天这支影片我会带你一路盘点，从全世界最惊人的10个预言开始倒数，一路数到第1名。
你会看到那些连辛普森编剧自己都无法解释的诡异巧合，你会看到西方两大先知对2026年这一整年下的恐怖判词，你还会看到一颗真实存在、刚刚穿越我们太阳系的星际访客。而当我们一步步走到第一名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个彻底颠覆人类认知的可能。到那时，你也许会明白，真正可怕的从来都不是这些预言到底有没有成真，而是预言这件事本身究竟是在预测未来，还是在悄悄地书写未来。这中间的差别比你想象的要惊人10000倍。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第10名，那些微不足道却又细思极恐的日常巧合。我们先从最不起眼的一类说起，因为正是这一类最能让你在一瞬间感受到什么叫做毛骨悚然。1995年，辛普森家庭有一集，讲的是春田镇那棵宝贝柠檬树被隔壁镇的小孩偷走，爸爸河马带着儿子巴特翻山越岭去把树抢回来。这听起来荒谬透顶，这世上谁会去偷一棵柠檬树？可是到了2013年，在美国德州的休士顿，真的有人半夜潜入别人家的院子，把一整棵柠檬树连根挖走，只留下一个大坑，让屋主目瞪口呆，站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还有更离奇的，有一集里，春田小学的午餐阿姨端出来的肉被爆料其实是马肉。编剧大可以随便安排成任何一种动物的肉，牛肉、猪肉、鸡肉，可他们偏偏就选了马。结果将近20年后，英国的大型连锁超市真的爆出了震动全欧洲的丑闻，被查出把马肉混充成牛肉，卖给了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再看这一幕，2007年的一集里，辛普森一家走过一座破败的购物中心，妈妈指着一间拉下铁门早已倒闭的店面说，这里以前是一家杰西潘尼百货。而在13年后的2020年，这家真实存在的美国100年老牌百货公司真的在疫情的无情冲击之下宣告了破产。还不止这些，早年间有一集，妈妈为了逗生病的儿子开心，拿起一本书念给他听。那本书的书名叫做《好奇猴乔治与伊波拉病毒》。当时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可是许多年之后，伊波拉这种可怕的病毒真的在西非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疫情，夺走了无数人的性命。一个念给孩子听的睡前故事竟然也成了一句预言。还有一集，赌场的舞台上，2位模仿拉斯维加斯著名魔术师的表演者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自己心爱的白老虎猛地扑倒。这本来只是一个夸张到极点的搞笑桥段，可是大约10年之后，现实中那位真正的魔术大师真的在一场演出当中被自己的白老虎咬伤，落得半身瘫痪，一世英名就此谢幕。还有那条大名鼎鼎的3眼鱼，早在辛普森家庭最早的几季里就出现过一条长着3只眼睛的怪鱼，它就生活在核电厂排放废水的那条河里，辛辣地暗讽着核污染的可怕危害。而在许多年之后的现实世界，真的有人在一座核电厂附近的水域里捞起了一条同样长着3只眼睛的鱼。照片一经曝光，整个网路瞬间炸开了锅。一棵柠檬树，一块马肉，一家倒闭的百货，一本童书，一场老虎伤人，一条3只眼睛的怪鱼。单独看，每一件都只是巧合。可是当这样的巧合一件一件累积到几十件、上百件的时候，你还笑得出来吗？这正是辛普森现象最迷人也最恐怖的地方。而辛普森的资深编剧埃尔基恩早就给过一个非常冷静甚至有点扫兴的解释。他说，如果你写了700集的剧本却什么都没有说中，那你这个编剧也未免太差劲了。你朝着一个靶子扔出去足够多的飞镖，总会有那么几只正中红心。这句话请你先牢牢记在心里，因为它会像一条暗线，一路贯穿我们今天的整个倒数，直到第1名才被彻底翻转了它的意义。第9名，横跨30年的体育魔咒。还记得影片开头那个世界杯的传闻吗？现在我们就来亲手揭穿它，同时揭开一个更大的谜。那张疯传的截图来自1997年的一集卡通，画面里确实出现了一场足球赛的广告，对阵的双方是墨西哥和葡萄牙。于是有人一口咬定，这就是在预言这一届世界杯的决赛。
还煞有介事地说葡萄牙队的当家球星将会捧起那座金杯。可是真相呢？真相是那一集里根本没有提到过2026年，也根本没有出现过世界杯这3个字。那场比赛因为实在太过无聊，看台上的春田镇观众直接暴动掀了场子，到最后连谁输谁赢都没有演出来。更好笑的是，这一模一样的谣言早在上一届、上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就已经流传过一次了，每隔4年就会被人重新翻出来炒作一遍。至于那位被说成会夺冠的球星，在这集卡通播出的那一年，他才只是个12岁的孩子，连国家队的门都还没摸到。所以世界杯这个所谓的预言是假的，是被有心人用截图和拼接硬生生制造出来的一场骗局。但是请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转折，辛普森家庭在体育赛事上还真有过一次货真价实，让全世界的下巴都掉下来的预言。时间回到1992年，这是辛普森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预言。在那一集里，小女儿丽莎忽然迷上了预测美式足球的胜负，而且准得出奇。她告诉爸爸河马，如果华盛顿队在超级杯打败水牛城队，他就永远爱他。这一集播出仅仅3天之后，现实中的超级杯决赛，华盛顿队真的击败了水牛城队，编剧们自己都被吓了一大跳。于是隔年重播的时候，他们索性把台词里的队名换成了当年打进决赛的达拉斯队。结果呢，达拉斯队又赢了。连续2年，一部搞笑卡通精准地说中了全美国最盛大的体育赛事的冠军，这已经不是巧合可以轻易打发的了。而这还没完，辛普森家庭甚至还提前了整整1年，隐隐画出了国际足坛内桩震惊全球的贪腐丑闻，那场让足球最高权力机构颜面扫地的世纪大地震。你看，这世上专门预测球赛的预言家向来就不缺，当年那只在世界杯期间靠着吃东西来预测胜负红遍全球的章鱼，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一个是精心伪造的世界杯骗局，一个是无心插柳却连中2年的超级杯奇迹，再加上一个提前预告的足坛丑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全都搅在了一起。这正是辛普森传说最狡猾也最让人上瘾的地方，它逼着我们继续往下追问，那些没有被伪造却依然一一成真的预言到底该怎么解释。第8名，预言了自己主人的那部卡通，这一个简直就像是命运跟所有人开的一个巨大玩笑。1998年，辛普森家庭有一集里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画面上出现了一行字，写着20世纪福斯，一个迪士尼旗下的公司。要知道，福斯正是制作和播出辛普森家庭的母公司，而迪士尼和福斯在当时是2家彼此独立，甚至还相互竞争的娱乐巨头，让自己的老板被死对头一口吞掉，这在当时听起来就是一个荒唐透顶的段子，是编剧对自家公司高层的一次大胆调侃，甚至可以说是一次挑衅。可是命运偏偏就这么发生了。2019年，迪士尼真的斥资巨款，正式并购了21世纪福斯，一口气把异形、终极战士、小鬼当家以及辛普森家庭本身全都收进了自己的口袋。那个曾经被当成笑话播出的字幕，在整整21年之后变成了白纸黑字盖了章的商业现实。当然，冷静下来想一想，这其实算不上什么神机妙算。迪士尼这头巨兽多年以来一直在疯狂的收购，不断的垄断整个娱乐产业。辛普森的编剧只不过是敏锐地嗅到了这个大趋势，然后把它推到了最极致、最夸张的地步而已。但是你不觉得诡异吗？在所有可能被收购的公司当中，他们偏偏划中了自己头上。这就好像一个人随口说了一句玩笑话，结果这句玩笑话在多年以后真的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这种亲手预言了自己结局的感觉，才是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地方。而这种自己预言自己的荒诞背后，其实还藏着一层更深的隐喻。在一个媒体与资本被少数几家巨头牢牢攥在手里的时代，或许就连我们自以为在自由自在观看着的这一切，都早已被写进了某一个更大的剧本。这个念头我们先按下不表，因为它将会在今天的第1名
以一种更加惊人的方式再一次浮现。第7名，穿越时空的未来科技。如果说前面几个还能勉强用趋势和巧合来解释，那么接下来这一组就开始有点超出常理，甚至超出想象了。我们把时间定格在1995年，那一集讲的是长大成人的丽莎的婚礼，故事把观众一下子带到了15年后的未来。而就在这短短一集里，编剧们塞进了大量对未来的惊人想象。画面中，人们带着一只能够通话的手表，对着自己的手腕开口讲话。要知道，在那个连手机都还是稀罕奢侈品的年代，这个点子近乎天方夜谭。可是10几年之后，能够语音通话的智慧型手表真的摆上了全世界的货架，戴在了无数人的手腕上。不止如此，辛普森家庭在更早的年代就已经画出了人们透过荧幕面对面视讯聊天的场景，而这在今天早已是我们每一天都在做的最平常不过的事。他们甚至还画过一个桥段，一个小混混想在电子记事本上打出一句话，叫另一个小混混去揍一个名叫马丁的同学，结果那台机器把讯息识别的牛头不对马嘴，变成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这个对着机器打字却被自动更正功能搞得哭笑不得的窘境，不正是后来我们每一个人在用手机时都曾经历过无数次的日常吗？这个桥段之所以让人拍案叫绝，是因为它精准捕捉到的并不是某一项具体的发明，而是一种属于未来的生活感，那种你我都心领神会，被科技既解放又折磨的微妙处境。要提前几十年就画出一种还根本不存在的生活方式的神髓，这可比单纯猜中一个小发明要难上太多太多了。更夸张的还在后面，辛普森家庭甚至画过人们戴上头盔，整个人沉浸在一个虚拟世界里的画面。许多年之后，当各大科技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虚拟实境头盔时，这一幕又一次被人们惊讶地翻了出来。而编剧对未来的胃口还远远不止于此。在另一集的未来想象里，他们把时间推到了2051年，画面中的丽莎和她的妈妈竟然已经住在了火星上。这听起来还很遥远，可是想想看，今天有多少位坐拥巨富的科技狂人正一门心思的要把人类送上那颗红色的星球。他们甚至还画过悬浮在空中的飞行汽车。一部从上个世纪就开播的老卡通，却像是提前偷看了我们今天乃至几十年之后的生活。这已经不只是扔飞镖那么简单了，这更像是他们的手里早就攥着一份写好的未来说明书。第6名，河马写在黑板上的上帝粒子。现在难度要陡然升级了，因为接下来这个预言牵涉到的是人类物理学最尖端最神圣的那座殿堂。有一集讲的是那个又懒又笨整天只想着喝啤酒的爸爸河马，忽然异想天开，要当一名了不起的大发明家。在他埋头钻研的那一幕，他的身后有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一长串复杂到吓人的数学方程式。这个画面一晃而过，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观众会停下来去在意它。可是许多年以后，有一位专门研究辛普森数学秘密的专家逐字逐句地分析了那道方程式，然后他整个人都惊呆了。他发现河马在黑板上随手写下的那串公式，经过缜密的计算，竟然预测出了一种当时还没有被人类发现的基本粒子的质量。而这种粒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希格斯玻色子，科学家们给它取了一个霸气无比的外号，叫做上帝粒子。它是解释宇宙万物为什么会拥有质量的那一把终极钥匙，是几代最顶尖的科学家穷尽一生都在苦苦追寻的圣杯。你可能会觉得一个粒子的质量听起来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遥远了，可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它，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才得以拥有质量，才不会像光一样永远以光速四散飞逝，永不停留。可以说，没有这个上帝粒子，就不会有恒星，不会有行星，不会有脚下这片大地，不会有你，也不会有我。它是这整个宇宙能够成型的最底层的基石之一。而人类真正用巨型对撞机砸下天文数字般的经费，动用了全球数千名科学家，才最终证实这个上帝粒子确实存在，
已经是2012年的事情了。当那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整个物理学界为之沸腾。也就是说，那个满脑子只装着甜甜圈的卡通爸爸，比全世界最聪明的物理学家们硬是提前了10几年，就在自家客厅的一块黑板上写出了那个答案。当然，写下这集剧本的编剧里确实藏着好几位毕业于世界名校、学问极高的数学和物理高手。这串公式是他们刻意埋下的一个极其高级的玩笑。可即便如此，这道信手拈来的方程式竟然能够如此接近真实的物理常数，还是让无数科学家啧啧称奇，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懒汉家里的黑板就这样撞上了宇宙最深处的终极秘密。你说这到底巧不巧？第5名，入主白宫的川普与那个监视你的政府。好了，现在我们要进入所有辛普森预言里最有名也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可以说正是这一个预言把辛普森家庭彻底推上了预言之神的宝座。时间是2000年，那一集讲的是巴特的未来。画面闪回到未来，长大之后的丽莎已经当上了美国历史上的第1位女总统。在一场庄严的内阁会议上，这位总统丽莎轻描淡写地对她的幕僚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们可是从川普总统的手上接下了这么一个烂得可以的财政烂摊子。请你注意，这是2000年，在那个时候，川普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还只是一个房地产大亨，一个电视真人秀里插科打诨的明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他和白宫，把他和一国元首联系在一起。可是16年后的2016年，唐纳川普真的当选了美国总统，而且更惊人的是，他后来还打破了所有的常规，非连续地再一次赢得了大选，重新住进了白宫。这部卡通不仅精准地说中了他会当总统，甚至还隐隐约约地暗示了他的执政会给整个国家的经济留下一个烫手的烂摊子。那位亲手写下这集剧本的编剧后来在受访时坦白，当年他们之所以这样安排，纯粹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笑。在他们眼中，让善良正直的丽莎去替一个川普式的人物收拾残局，是一种极致的黑色幽默，是对美国政治的一记辛辣讽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纯粹为了搞笑而写下的桥段，最后竟然一字一句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而政治领域的预言还远远不止这一桩。在辛普森的电影版里，当辛普森一家被迫踏上逃亡之路的时候，政府就是靠着窃听全国老百姓的电话和私密对话，才把他们给揪出来的。那个画面里，一整个巨大的房间坐满了政府的工作人员，日以继夜，不眠不休地监听着普通民众的一举一动。而在这部电影上映的几年之后，一位吹哨人震惊全球的惊天爆料，恰恰证实了政府确实在大规模地监控着自己的公民。除此之外，辛普森还画过投票的机器出错，把选民投给某一位候选人的神圣一票，硬生生地继承了对手的票。而在现实的选举当中，也真的一再出现过投票机器离奇跳票的争议。你看，这一个接着一个，还全都是关于权力最阴暗角落的预言。到了这里，你还敢说这一切都只是扔飞镖随手扔中的吗？而让人不寒而栗的，恰恰是这种倾向。你有没有发现，辛普森家庭最让人害怕的那些预言，往往都不是什么欢乐的好事，而全都指向了权力的核心，指向了那些关于监控、关于谎言、关于操弄的最黑暗的角落。仿佛有一支冷静的画笔，早就看穿了这个世界运转的某种残酷规律。这究竟是一群最聪明的编剧对人性和政治最透彻的洞察，还是说真的有什么力量在借他们的手向我们泄露一些我们本不该提前知道的东西？第4名，$9里藏着的911。如果说川普的预言让人由衷惊叹，那么接下来这一个就足以让你感到一阵真正的发自骨子里的寒意，因为它触碰到了现代史上最惨痛、最不忍去提起的那一道伤口。1997年，辛普森家庭有一集讲的是全家人跑去繁华的纽约市寻找他们被丢在世贸中心的汽车。在那一集里，镜头给到了一本旅游手册，手册上打着一则广告，宣传从外地坐车到纽约只需要$9。
而就在那个大大的数字9的旁边，赫然立着2栋世贸双塔的黑色剪影。那2栋高耸入云的塔楼并排站在一起，形状看起来就像是数字11。于是一个数字9加上那2栋形似11的双塔，两者拼在一起，竟然构成了一个让全人类都永远无法忘记的可怕组合911。4年之后的2001年，恐怖分子劫持了满载乘客的客机，撞向了世贸双塔。那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夺走了无数人鲜活的生命，也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此后的走向。而辛普森的这一集，因为大量的画面都围绕着世贸中心展开，甚至还有台词拿双塔开玩笑，所以在惨案发生之后，他被电视台紧急地撤了下来。此后很多年都不敢再重新播出。就连辛普森的灵魂编剧埃尔基恩在面对这个巧合时，也只能无奈的一个劲的直摇头。他承认这个911的巧合实在是太诡异太奇怪了。他解释说，当初之所以把票价设计成$9，只是因为觉得这么一个低到离谱的价格很好笑。至于广告里为什么要放上双塔的剪影，也只是因为故事就发生在纽约，用纽约最有代表性的地标再自然不过。他反反复复地强调，这真的只是一个纯粹到不能再纯粹的巧合。但是也正是这个谁都无法解释的巧合，催生出了一种让人细思极恐的说法。有人开始坚信，流行文化里那些看似随意的画面，其实根本就不随意，它们是某种被刻意埋下的暗示，是有人在提前为未来即将发生的事件打一剂预防针，是一种把未来悄悄植入千万人潜意识深处的隐秘手段。这种论调的信徒坚信，那些掌握着权力的人会透过电影、透过卡通、透过音乐，把未来的剧本一点一滴喂进大众的脑海，好让真正的大事在某一天降临的时候，人们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做好了接受的准备，既不会反抗，也不会惊慌。这种说法有一个专门的名字，而我现在先卖个关子，暂时不揭晓它，因为这个名字正是我们今天一步步走向第1名那个终极真相的一把最关键的钥匙。第3名，两大先知对2026年下的判词。聊完了黄皮肤的卡通，我们现在要把目光转向2位真正活在历史长河里的预言大师。因为当我们谈论全世界最惊人的预言时，永远绕不开这2个名字。第一位是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诺斯特拉达姆斯，他在将近500年前写下的那些晦涩难懂的诗句，被信徒们认为预言了伦敦大火，预言了法国大革命，甚至预言了希特勒的崛起。而如今，人把他诗集里编号为第26的那些段落，通通拿来对照2026年这一年，他们从中读出了什么？他们读出了一场将席卷7个月的漫长大战，读出了一位伟人将被闪电当头击倒，而这被解读成某位重要人物的陨落，或是一场撼动整个政权的巨变。他还写过一句，蜂群将在夜里涌起，信徒们把这里的蜜蜂解读成世界上呼风唤雨的强权领袖。更精确的是，他甚至写下了瑞士南部那个叫做提契诺的地方将会血流成河，让人不禁猜测那里会不会爆发一场惨烈的冲突。而恰恰就在2026年，欧洲的上空还将出现一场27年来的首次日全食，这更是给了信徒们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把天狗食日和诸多末日的诗句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不止如此，还有人从他那些古老的诗行里读出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无人机大战，说未来的天空将被成群结队的铁鸟遮蔽得暗无天日。还有人读出了这样一句，他们将为君王与王侯铸造偶像。于是有人立刻联想到，就在这一年，某些呼风唤雨的政治强人会不会真的被自己狂热的追随者捧上一个近乎神明的高位？每一句诗都晦涩难解，像一团化不开的迷雾，可每一句却又都好像正在被今天的一条条新闻头条一点一点地验证。这就是诺斯特拉达姆斯能让全世界痴迷了将近500年的可怕魔力。
第二位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88万加，他对2026年的预言一条比一条惊人。他的追随者说，这一年人类将迎来与外星文明的第一次正式接触，甚至还有一个相当具体的说法，说会有一个庞然大物在今年的某个时刻从天而降。他说这一年人工智慧将开始全面主宰人类社会的各个关键领域，带来的不只是无数工作岗位的消失，更是一层又一层深刻的伦理难题。他说这一年地球上7%到8%的陆地将被剧烈的地震、火山的喷发以及种种极端的天气所无情肆虐。他还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对抗会进一步的剧烈升级，把整个世界推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不过，他的预言倒也不全然都是黑暗。信徒们相信，就在这一年，人类在癌症的早期侦测与治疗上将迎来一次意义重大的医学飞跃。至于他对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其实早就给出了一个遥远的令人安心的答案。他说，这个世界要一直到5079年才会真正走向终结。除此之外，他的信徒们还把一连串骇人听闻的说法挂在了他的名下。有人说，他预言了欧洲这片古老的大陆将在无尽的动荡中走向瓦解，甚至消失。有人说，他预言了人类将开始从遥远的金星上汲取能源。这些说法一个比一个耸动，在网络上疯狂地流传着，也让2026年这一整年蒙上了一层越来越浓、越来越化不开的不安的阴影。当然，这两位先知的预言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特点，那就是含糊。诺斯特拉达姆斯从来没有在他的任何一首诗里明确写下过任何一个具体的年份。所谓的第26段对应2026年，不过是后人自己套上去的一场数字游戏罢了。而88万加的预言也大多都没有精确的时间和地点。批评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切靠的都是一种心理现象，叫做确认偏误。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事情已经真真切切发生之后，才回过头去把某一句原本模棱两可的话硬生生地解读成早就预言到了。你想想看，一句话如果模糊到可以套用在任何一场战争、任何一位领袖、任何一次天灾的头上，那么它注定迟早会被某一件真实发生的事给对上号。这和辛普森的那个扔飞镖理论说到底其实是同一回事。飞镖扔得够多，靶子画得够大，命中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可是就在88万加那条外星访客的预言旁边，却真的发生了一件让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倒吸一口凉气、屏住呼吸的大事。而这件事把我们一把带向了惊人的第二名。第二名，那位造访太阳系的星际来客，这一次不再是卡通，也不再是古老的诗篇，这一次是一个真真切切存在的，被全世界最顶尖的望远镜反复观测，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记录在科学论文里的天体。就在过去这1年多的时间里，一位来自遥远星系之外的访客悄无声息地闯进了我们的太阳系。天文学家给他编号为3I 并用，发现他的那个巡天计划叫他阿特拉斯。他是人类有史以来继2017年和2019年先后造访的2位访客之后，第3个被确认的来自太阳系之外的星际天体。他从我们绝对想象不到的宇宙深处飞来，绕过了太阳，掠过了木星，如今正以每小时超过20万公里的惊人速度加速离去，永远地不再回头。让我把他的行程说得再清楚一些。早在2025年的年中，地面上的望远镜就第一次捕捉到了他模糊的身影。到了那一年的秋末，他抵达了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被太阳的烈焰狠狠炙烤，喷出了一条长长的闪亮的彗尾。而到了2026年的春天，他又与那颗巨大的木星擦肩而过，然后头也不回地朝着太阳系的边缘飞去。要知道，在人类的整部历史当中，这样来自星系之外的访客，过去只被我们亲眼见到过2次而已。而其中的第一位访客
当年就曾经因为它那怪异得不像天然物体的形状和那股无法解释的神秘加速，在全世界引发过一场它到底是不是外星飞船的轩然大波，连哈佛的顶尖学者都为此争得面红耳赤。如今这第3位访客的到来，自然又一次点燃了所有人心底那个关于外星文明的古老而炽热的念想。它为什么如此惊人？首先，科学家推算它的年龄可能高达大约100亿年，比我们的太阳，比我们整个太阳系都还要古老得多。它是一块来自宇宙洪荒时代的远古的冰封遗物，它身上冻结着的是一个比我们的家园更加久远、更加陌生的世界的秘密。其次，也是最让人浮想联翩的一点，哈佛大学那位以大胆敢言著称的天文学家罗布指出，这位访客的飞行轨迹实在是太过巧合了，他几乎精准地贴着太阳系所有行星运行的那个平面在飞行，而这种恰好对齐的几率低到只有大约2/1000。罗布甚至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他说，这样的轨迹看起来就像是被某个人事先精心规划好的。他还一口气列举出这位神秘访客身上多达20几条无法用常理去解释的反常之处，其中包括他那不符合重力规律的离奇加速，以及他体内那些奇特的人类前所未见的物质成分。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的太空船能追上他，简直可以在他身上搭一趟免费的顺风车，飞向那无垠的星际。更奇特的是，科学家还在他的身上发现了一种含量高的异乎寻常的重水，那是一种比我们太阳系里常见的水还要沉重的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孕育出这位访客的那个遥远世界很可能比我们的太阳系还要更加寒冷、更加古老、更加难以想象。它是从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角落，带着满身的谜团一路飞到了我们的眼前，被人事先规划好的。你听听这句话，这不正好隐隐呼应了88万加那条庞然大物从天而降的外星预言吗？但是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另外一半的真相。为了验证这位访客到底是不是一艘外星飞船，科学家们动用了专门搜寻外星文明的巨型阵列望远镜，对着它足足扫描了超过7个小时，一口气筛查了将近7400万个无线电讯号。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一丝属于科技文明的信号。在那将近7400万个讯号当中，绝大部分一眼就能认出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干扰。经过一轮又一轮严苛的过滤之后，最后只剩下大约200个需要人工去仔细审视。而这剩下的200个一度看起来可疑的讯号，在层层追查之后，最终也全都被证明来自地球自己，来自我们头顶那些绕着地球飞的人造卫星。主流的科学界给出了一个冷静而审慎的结论，它就是一颗天然的彗星，它身上那些看似奇特的化学成分，全都能够用自然的物理过程一一解释清楚。所以你看，这又是一次惊人的巧合，撞上了理性的解释。天平的一边是它2/1000的诡异轨迹和那句像是被规划好的惊叹，天平的另一边是7400万个讯号里找不到任何一丝文明的痕迹。它到底是宇宙随机抛来的一块冰冷石头，还是某个更宏大的意志向我们投递的一封无声的信？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你一个100%的答案。它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又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只给我们留下了满天的问号。而正是这满天的问号逼着我们去思考今天的第1名，那个能够彻底颠覆你我一切认知的终极的可能。第1名，预言从来就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书写未来。现在我们终于一步一步走到了这里，请你深深地吸一口气，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很可能会让你重新看待你此刻正身处的这整个世界。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线索在脑海里重新串一遍。辛普森家庭那些扔飞镖扔中的巧合，川普、911、上帝粒子、88万加和诺斯特拉达姆斯，那些含糊却又屡屡应验的判词，还有那颗诡异、
仿佛被人规划好的星际访客。当我们把这些东西统统摆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令人极度不安的问题浮出了水面。我们一直以来是不是都问错了问题？我们总是在问这些预言是怎么看见未来的，但也许我们真正该问的是，这些预言会不会根本就是在制造未来？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只是把几个字换了换顺序，可它背后的分量却有着天壤之别。预测未来意味着未来早就被写定了，而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坐在台下的被动的观众，眼睁睁看着剧情一幕一幕的上演。可制造未来却意味着这些卡通、这些预言、这些被反复传颂的故事正在主动的亲手参与到现实的塑造当中。前者是冰冷的宿命，让人无能为力，而后者却是一股我们几乎从未察觉却又无比真实、无比强大的力量。而如果真的是后者，那么一个更深的问题就冒了出来，那个握着画笔决定要把哪些念头一颗颗种进我们脑海的人，到底又是谁呢？还记得我在第4名卖的那个关子吗？那个把未来悄悄植入大众潜意识的说法，它的核心思想是这样的：当一个念头透过一部风靡全球的卡通，或是一句流传千年的预言，被反反复复的一遍又一遍的深深种进亿万人的脑海里之后，这个念头本身就会开始拥有一种真实的力量，它会悄悄影响人们的期待，影响人们的选择，影响人们心底最深处的恐惧与冲动。而当足够多的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去期待、去行动的时候，那个原本只是凭空虚构的念头，就有可能真的把自己变成现实。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你越是相信某一件事一定会发生，你就越会不自觉地用你自己的一言一行亲手把它变成真的。这种力量一点都不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一则谣言说某家银行快要倒闭了，于是所有储户都吓坏了，争先恐后地跑去把钱全部提光。结果呢？结果这家原本好端端的银行真的就在这股恐慌的挤兑之下轰然倒闭了。你看，是那句预言亲手造成了他所预言的结局。所以这里就藏着一个最让人不安的真相，哪怕辛普森家庭，哪怕那些先知留下的所有预言，通通都只是巧合，都只是我们这颗大脑在一片杂讯里看出的幻觉。可是只要有够多的人真心相信了他们，这些预言就依然能够实实在在地反过来塑造我们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预言究竟是真是假，也许根本就不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有多少人选择了去相信它，而相信本身就是一种足以悄悄改变整个世界的可怕力量。如果是这样，那么辛普森家庭就不再只是一个先知了，它更像是一个播种者。他把一颗又一颗关于未来的种子撒进了我们共同的集体意识，而我们这几十亿人就在浑然不觉之中一起把这些种子浇灌成了一棵棵参天的大树。预言不是在描述那条早已注定的道路，预言是在我们所有人的脚下悄悄地一寸一寸地铺设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而如果你以为这已经够颠覆了，那么请你握紧你的扶手，因为还有一个更深也更黑暗的版本。这些年，越来越多站在人类科技最前沿的顶尖人物开始一本正经地讨论一个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的想法。他们说，我们所身处的这整个宇宙，我们的一草一木，我们的喜怒哀乐，会不会根本就是一场由更高等的文明所运行的超级模拟，一个被精心编写出来的庞大的城市。有一位知名的哲学家早在许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推论，他冷静地论证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实只有3种可能，而这3种必定有一种是真的。第一种是所有的文明都会在发展出这种强大的模拟技术之前就先一步走向灭亡。第二种是那些足够先进的文明，出于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
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去模拟他们自己那早已逝去的过去。而第三种也是最令人脊背发凉的一种，那就是我们几乎必然就活在这样的一场模拟之中。你仔细想想这个逻辑，只要文明没有灭绝，只要他们愿意去模拟，那么被模拟出来的虚拟世界就会多到无法计数，成千上万，而那个真实的世界却永远只有孤零零的一个。那么请问你我此时此刻又凭什么敢如此笃定地断言自己就活在那唯一真实的一个里面，而不是那成千上万个被程式码编织出来的幻影当中呢？而那位打造火箭和电动车的科技巨头更是直言不讳，他说我们活在真实世界里的几率可能只有几十亿分之一。他的理由很简单，你看看，短短几十年前，电子游戏还只是荧幕上2条白线加一个小点，而今天游戏画面已经逼真到几乎能够以假乱真。如果技术还会这样一直进步下去，那么未来的模拟和真实还分得清吗？其实这个想法早就悄悄藏在了我们的流行文化里。那一部风靡全球的著名电影讲的不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吗？人类全都活在一个由机器精心编织出来的虚假的世界之中，却对此一无所知。而在严肃的科学界，也有另一位顶尖的天体物理学家公开坦言，他认为我们活在模拟里的几率和活在真实里的几率几乎就是一半一半，5-5开。他甚至说自己实在想不出任何一个强而有力的理由去反驳这个想法。当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那一批头脑都开始一本正经地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还笑得出来吗？如果这个疯狂的猜想是真的，那么今天的一切就全都说得通了。辛普森的编剧为什么会屡屡说中未来？因为在一个早就被书写好的剧本里，未来本来就是被写下来的，偶尔有那么几行对白提前泄露了出去，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911那个9美元的画面，那颗星际访客那条被规划好的轨迹，那些先知含糊却又精准的判词，会不会都只是这一串庞大程式码里不小心暴露出来的几行注解，是这个模拟世界偶尔闪现的一丝小小的破绽？讲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我们东方2000多年前的一个古老故事。那位叫做庄周的哲人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等他醒来之后，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他不知道究竟是他做了一场梦变成了蝴蝶，还是那只蝴蝶此刻正在做着一场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他。你看，关于我们是否活在一场梦里、一场幻象里、一场剧本里的这个终极追问，我们的祖先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亲口问过了。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辛普森家庭究竟是如何操控未来的？也许真正的答案是，他从来就没有操控过未来。也许是我们所有人连同这些预言、这些故事、这些恐惧与期待一起被写进了某一个我们永远也看不见的剧本里。我们以为是我们在看一部卡通预言了现实，可到头来会不会是我们自己才是那一部正在被人默默播放着的卡通？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实在是太疯狂了。冷静的科学家会告诉你，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才是最正确的解释。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超级模拟，没有什么隐藏的剧本，有的只是在漫长的无法想象的岁月里，海量巧合的自然堆积，是我们这颗天生就爱讲故事的大脑一厢情愿地在一片随机的杂讯里看见了本不存在的意义。心理学家给我们这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也取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空想性错视。说的再白一点，就是我们这颗大脑实在太擅长，也太热衷于在一堆毫无意义的杂乱当中，硬要找出一个规律、一张面孔、一个完整的故事。从天上的云朵里看出奔跑的动物，从皎洁的月亮上看出捣药的玉兔，
从一连串随机的巧合里看出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这正是我们这个物种早就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本能。所以，这个听起来一点都不浪漫的解释，很可能才是最接近真相的那一个。可是，最接近真相并不等于就一定是真相。科学能够告诉我们某一件事发生的几率究竟有多低，却永远也无法100%的把那一扇通往未知的大门彻底的关死。而恰恰就是在那道永远也关不死的门缝里透进来的那一丝微光，才是这整个世界最迷人也最让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但是今晚，当你关掉荧幕，抬起头望向窗外那一片深邃夜空的时候，也许你会忍不住想起那颗已经远去的星际访客，想起那句像是被人规划好的低语。你会忍不住去想，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梦，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剧本，那么那个握着画笔在暗中书写着这一切的人究竟是谁？而他又为我们写好了一个怎样的结局？